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大家应该能发现我习惯在视频前方加一些有的没的，目的就是让整个开头的这个节奏更加顺畅和自然。但是想要聊到久安的产品的时候呢，突然有一种千头万绪不知道从何说起的感觉。其实近几年我们开始拍烟火系列，从红与黑开始，再到去年的梦，会习惯性的有一个惯性的认知啊，想到久安，我一定做得很好，联想到一个小老头的形象。而这次这款产品呢，从人物的形象设计上，绝对是打破了原有的舒适圈，也让这次拆箱呢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啊！我是小青儿，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玩牌奇。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久安烟火系列第6弹月晕。牛皮纸这个部分还是可以看一下啊，两侧的花纹还是挺有趣的。这面不知道是不是正前方啊，有一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关图就有纰漏的一个小白花啊。翻过来这个还是像之前梦一样，会有个很抽象的。我理解的呢，这个中心是个圆圈，外表这个弧形呢，就是这个散发出来这个光晕嘛，也能看到这个字母藏在了这一道道弯曲的光环上。往出拿，其实我还有点兴奋啊，因为每次这个包装啊，能给人不少的惊喜啊，不知道这次是什么样子。说实话，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这次用了个极简的风格哦，它这个图案以及久安的 logo 都是被藏在了深紫色的这样一个封套中，你肉眼能看到最直观的就是和它牛皮纸一样的这样一个月光啊，或者叫月晕的抽象的图形。这边呢，同样花朵啊，只不过只把中心的花蕊部分做了一个高亮的白色啊，也是类似于月光的一种意象。动一动去看的话，上面有一些发散的图形啊，像一种气流的感觉。打开的话，一下有一种豁然开朗的那种效果啊，应该是富士山这个山头啊，散发出光环啊，还是紧围绕着这个月晕的一个主题。很高级啊，我能想到的词就是很高级啊。之前梦一样做了很多抽象化的处理啊，不是说我直接很直白把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贴到上面。磁吸的盖板，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个小卡片，做手影的那种把戏啊，似乎是借着月色一个墙角角落中投射出来一个动态的兔子阴影。这个比划兔子挺难的，我就会弄狗。这个就有点抽象了啊！骷髅、白花，实际是一张售后卡片，还是浮世绘那种感觉，风格上、色调上比较淡雅。然后重头戏其实是这个海报，上一款梦的话是做了一个石梦魔那个意象放到里面，这次也是采用了铠甲上一个抽象的概念的表达，富士山的一个月下的景色，包括它这样一个雪景，上面充满了浮世绘这种波浪浪涛席卷的一个设计，很漂亮。每次这海报还是啊折了之后不太方便去展示，未来的话我觉得能不能单独出一些就海报周边啊，就是卷好了发给大家。头雕部分，这个盒挺熟悉的啊，这个盒子。人物主体头雕拿取的时候，稍微用点力旋转一下，然后嵌套在脖颈处的连接器上就可以了。这位置做了一个金属的球冠啊，所以强度还是不错的。上方这个接头一个6边形啊，不那么规则，带点椭圆的感觉啊。这个设计应该是为了避免在安装时候刮蹭到里面的可动眼，稍微压一下，转一转，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强度还是 OK 的。转着脑袋有点动作有点不雅，但是这强度没问题。头雕这个部分肯定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也是这次这款产品很大的一个卖点啊。与之前经常做老人头的这个设计完全不同啊，用了一个年轻的帅哥的一个形象。目前大货拿到手，我先说结论啊，这颗头雕是我所玩过的所有古代产品
最好的一颗头，以至于说你跳出古代玩具这个圈子，放到1:6的产品中，这颗头雕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靠前的水准。能看到它的很多设计是和我们所聊过的一些1:6的影视人偶有相同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它的植发，比如说它这个应该是覆膜的一个技术，体现的都很不错，在皮肤细节上很精致啊，以至于能感受到它有那种点点的胡渣，鼻梁上略微的那些斑痕，眉头眉毛这个部分做的超级细致，尤其在右侧也利用了一个断眉，包括在眼角啊、眼皮部分这个精致精细的程度。实际它设计是一个双眼皮，这个结构非常的细小，做得很自然。你在大倍率的这个镜头下，能够感受到整个这个眉眼部分是非常拟真的一个效果。嘴唇部分这种有点发干的小的细纹也都有所体现。然后就是植发这个部分啊，开盒开箱的体验上呢，打理的程度很不错。就是它已经给你规划好了，类似于官图中那些刘海啊或者碎发应有的一个方向。这里用了比较强的定型，你只要不是刻意的去扯开的话，是基本不会破坏它固有的这样一个形象的。而且我之前最担心的其实是它有点像美人尖儿啊，这个发际线的位置会不会有一个好的过渡？实物拿在手中可以看到这里的细节根根分明那种效果啊，还是很还原实际发型或者说头发应该有的一个走向和走势的。戴好这个面颊和兜之后的话，整个面部会进一步的缩小，所以说在观感上这个帅气程度会增加一些。而且呢，它预留好的这些碎发也恰好能被兜所压住。然后再谈一谈它的整体以及甲胄部分的表现啊。首先，这个身材比例上还是更贴近于真实人类的那种，整体比较匀称，不是那种偏美型造型。可能有朋友们觉得这种男满甲在制作上来讲会比较简单，上身部分会有大片的这种金属嘛，穿绳穿线会更少一些。但实际这个甲胄，如果你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还原程度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对于原本的设定上一些很有趣的地方是有一个很好的呈现的。明治光春所用的一套甲胄本身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人物，它甲胄呢也是做了很多浪漫主义的设计啊，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比如说这个兜的部分啊，盔体呢是一整块的这个铁片打造，两侧竖起的托儿，加上中间一个类似于新月呀月牙状的潜力，很好玩。实物的还原上呢，做旧的程度我觉得刚刚好，这个月牙上面会有一点点斑驳以及金色那种闪耀的效果，包括这个兔耳朵里面卷曲过去，这个红色有一点点掉漆啊发黑，也是处理的非常自然。然后呢，下端这个眉壁上会有2道波纹，抬头纹皱纹的一个感觉啊，细节比较丰富。下面这个眉的部分啊，这几片抽拉下来会有一个很好的线位，这个弧度非常接近于实物应该有的一个样子，而且呢，这次也增加了金色的龙纹。之前觉得好像这个位置因为太过于精致精细了啊，在1:6上或许很难以实现，但是没想到实物还是有做了出来，很漂亮。边缘处也有彩绳捆绑，这个彩绳下端的面颊上也有使用，而且最后的这一片啊，同样也还原了金色的龙纹。然后上身铁甲部分表面的效果也更加成熟啊，不会有那种涂抹的做旧的感觉，而是真的达到了一个像是铁器经过时间慢慢旧化那种效果。虽然说黑漆漆的啊，但是上面会有不均匀的那种斑驳的感觉。正前方也有还原出这个天字的花纹，以及右侧胸口处一个小骷髅。这骷髅其实现在看来啊，带点那种 Q 版的感觉，也不知道那个年代是怎么想到这样雕刻了一个有点 Q 的骷髅啊。后方的话很写意啊，就它后背这里有一个比较优雅的一个线条啊，实际呢算是一个抽象化的富士山，顶端呢也做了银色仿造那种雪景，很写意的效果啊，也为整个这个甲胄增添了很多那个浪漫的气息。好像是龙首啊，以及一些甲片穿绳这个精度啊，我实在不愿意多说。对，因为日甲讲来讲去啊，我个人觉得这种穿绳啊、穿环啊，精度实际是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的。反正我所体验过的，很少有那种
不规整啊，或者乱糟糟，给你穿的并不美观的形象。什么意思？这做的烂的人不敢找你吗？不是，那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就我现在觉得日甲整体这个工艺是很高的、很完善的，而且行业内很卷啊，大家都在研究怎样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加规整、更加好看。这次这款月韵当然也不例外啊，这个甲片的整齐程度啊，包括龙首穿环的精度啊，都很不错。然后它整体的色调上，包括里面这个内衣，都和外甲一样啊，大面积用了一个暗色。在这种大面积的暗色系下，其实它会有一些跳出来的色彩，一下就把整体气质凸显出来啊。看袜子，你这么看不出来，你把这个小花它戴到腰间，你就知道它是啥样的。因为不光是袜子，你要综合来看的话，它这边不是还附带一个这个小花朵吗？呼应。对，你要穿在这个腰部。还有呢，包括它这次大家有说它这个同色其实是发青蓝色的一个同色啊，它上中下其实都用了这种跳出来的偏绿色去突出它这个有点青春的这个感觉，也可能是我刻意解读啊，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心思。然后也说到这个小花朵的话，咱们简单看啊，它的这个花瓣呢、叶片呢，质感上、精度上很不错，花蕊部分也有细节的刻画。然后看一下这个手型部分啊，和之前的梦一样是有新的造型的追加，手部的形象刻画呢更贴近于它本身的年龄，对，不是老头子了，能看出这个皮肤还是比较通透和紧致的，形体形态上也不错啊，包括上面的肌肉走向啊、血管呐、这种小的起伏啊、关节刻画很细致。两把刀，一个大一点这个太刀。整体看上去啊，旧旧的感觉吧。刀鞘部分我觉得是一个亮点，因为它表面上会给你做出破损破旧的感觉啊。像一些装具的精度啊，比如说这小的叶片呢，刀芯这里上面的花纹也有刻画出来。拔出来的话，金属的材质啊，这个不多说，和以往的那个效果都差不多。也是自带了一个比较粗的蓝色绑绳，这个绳的质感很不错，颜色也很跳脱，打理难度不高啊，缠绕一下系好就行。但是呢，因为色彩比较重啊，这个在勒紧系的时候，手指如果沾染这个颜料的话，切记不要再去碰这个头雕。然后短刀部分啊，之前官图中没有，同样比较简约的一个设计。鞘的话就是纯粹的这种亮面，柄部的这种颗粒感精度还是不错的。这里也会有个非常细小的龙形，和这次增添的金龙花纹是能够对应的。拔开的话，同样是一个金属的材质。平复一下，突然有点气短啊！我现在心情其实蛮激动的啊，因为这款产品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期待。主要的是想看看这样一个帅哥日甲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又是建立在久安经常把老头形象作为一个主打产品的这个前提下。实话实说，久安其实一直去做这种老人的造型啊，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项，但是他没有说止步于此，还是跳出了舒适圈，带来了一个这种年轻化的，可能也是有考虑到想做这套甲胄的前提。就是要选择一个青年的形象更加符合。实际成品的完成度来讲，我个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可以说不愧是久安，拿在手中，我觉得可以说是那种爱不释手的感觉啊，并且这次头雕也是远远超出之前的规格。如果你是玩过其他影视类这种类似的直发头雕的话，那操作起来可能会更加得心应手。当然，在这些佩戴上呢，可以稍微自己再去做一些调整。我这里呢，因为刚刚开箱。可能镜头中呈现出来的一些打理效果并不能是绝对令人满意的。未来的话，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非老人的形象啊？我觉得甚至可以做一些非人的形象啊，就刨出烟火系列以外，会不会再做一个纯粹的那种魔幻的，也说不准啊。我记得之前 WF 上有展出过，他想做一个大天狗嘛，那就是纯粹的一个神话的一个形象。就即便是不看额外的题材的话，只看烟火系列的话，日甲那种很魔幻、很丰富的造型，其实也是有很多可选的、可取的素材的。就像这次月兔的一个设定啊，或者设计啊，还有一些千奇百怪的、有趣的铠甲不知道未来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漂亮的、好看的，甚至是奇怪的产品。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